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可能已经找到了另一颗地球，你会不会觉得这话有点大？但如果告诉你我们只是几乎找到了，差的不是技术，不是资金，就是差最后几次观测数据，你反而会觉得这比直接宣布发现更让人窒息。40光年外有一颗叫 TRAPPIST-1的红矮星，小、暗、冷，普通得你扫一眼就会跳过去。但就是这颗星带着7颗地球大小的行星，全挤在比水星轨道还小的空间里。如果你站在其中一颗上抬起头，其他几颗行星就挂在天空中，近得像月亮。7颗全是地球体量，其中3颗落在宜居带那个不太热、不太冷、液态水可能存在的甜蜜区间。这3颗里有一颗叫 TRAPPIST-1e， 它是最特别的那个。另外2颗离恒星更远，温度更低，偏冷。1e的位置刚刚好，接收到的恒星能量大约是地球从太阳获得的2/3，而且密度够大，说明表面是岩石而不是气体。这几样条件凑齐了，让它成了太阳系外目前最像地球的候选者。然后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把目光对准了它。韦伯用的方法叫透射光谱法，等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，捕捉透过大气过滤的星光，把它拆解成化学指纹。氧气、二氧化碳、水蒸气，每种分子吸收光的方式都不一样，都会在光谱上留下独特印记。如果这颗行星有大气，韦伯就能看到。韦伯首先确认的一件事是 TRAPPIST-1e 没有以氢气为主的厚重大气，这条被彻底排除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说明它不是那种包裹在气体里的迷你版海王星，它是一颗真正走过漫长演化历史的岩石行星，更像地球，也更像金星，范围一下子缩窄了。但缩窄之后，剩下的答案还有2个，而且谁也没法排除谁。第一种，这颗行星什么都没有，大气早就被恒星辐射一点点剥光了，剩下一颗裸岩，向阳面永远被烤着，背阳面永远冻着。韦伯看到的那些细微红外光偏移，不过是星光打在一颗死寂岩石上反弹回来的信号，什么都不是。第二种，它有一层薄薄的大气，以氮气为主，混着少量二氧化碳，跟地球大气的基本骨架相似。如果你站在那里，也许能看到一片朦胧的红色天空，空气对人类无法呼吸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改写我们对这类星球的所有判断。问题是，数据里的偏移信号同时也可能来自恒星表面的黑子和耀斑，它们会伪造出跟大气相似的光谱特征。团队把能剔除的干扰全都剔除之后，2种情景的可能性依然几乎相等。这件事本身就站在2种现实的分界线上。你可能会问，就这，没有答案，这算什么发现？但你想想，红矮星占银河系所有恒星的70%以上，如果它们周围的行星注定被辐射剥光，变成死石头，宇宙里宜居星球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。但如果像 TRAPPIST-1e 这样的行星，经历了早期的剧烈辐射之后，还能靠火山喷发、化学反应或者小行星撞击，慢慢重建出一层次生大气，那生命在宇宙里出现的机会就远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。一个问题，2个方向，背后的宇宙图景完全不同。而且在韦伯之前，这种观测根本不可能存在。哈勃能分析木星这样的巨行星大气，但对一颗40光年外地球大小的岩石行星完全无能为力。韦伯做到了，哪怕结果还模糊，他已经在正确的尺度上工作了。这就像你终于看清了一个猜了多年的东西的轮廓，答案还没到，但人类第一次不只是在探测行星的存在，而是真正在分析一颗类地行星上到底有没有空气。现在缺的只是更多时间和更多次零星观测，等数据足够，这道轮廓就会变清晰。也许它是一块彻底沉默的死岩，告诉我们宜居性有多难得；也许它还留着一口气，告诉我们岩石行星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。但不管哪个答案，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：40光年外那颗行星的星光经过韦伯，变成了我们真正能读懂的光谱。我们不再只是猜它存在，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它了，而这才只是第一眼。